没有。祷告，祷告。等一下，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起立。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半久。让我们一同低祷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敬拜我们的神。主在圣殿中。
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感受敬，肃敬，肃敬，应当肃静。我们继续，站立，请求主为我们领诗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在网络平台上面一同来到敬拜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配得我们歌颂赞美的啊！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他的里面，享受他的生命。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境，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是上的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忘记。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开我的眼睛，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境，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是掌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只
是的，有主在我们身边，我们还依怕谁呢？我们不需要惧怕，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完全的将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你的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的恩典，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将时间交给主席。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圣哉，圣哉，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时候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在网络上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你、赞美你、传扬你的救恩，诉说你一切的荣耀。主啊，求你这时候圣灵再次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再次去思想以往的日子，主你何等恩待我们。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在一起聚集敬拜，然而我们也借着今天科技的发达，用网络来彼此沟通，彼此在网络上也同样能够经历主你的同在，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传扬你一切的拯救，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因为借着这个网络平台，也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听到主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你就万事互相效力，就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众人今天在你面前向你屈膝敬拜、祷告、赞美的时候，父啊，恳求你圣灵再次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发出感谢，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引导下能够享受你属天的祝福和平安。主，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这时候也为普天下的灵魂的众人向你祷告呼求，恳求施恩的主施怜悯，因为真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你的荣耀，因为我们多少时候世人都是中律所施的，可能接近都是恶。主啊，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瘟疫都在蔓延，这个新冠的病情，主啊，求你施怜悯，求你看顾保守，因为你说你不愿意一人沉沦，只愿意人人都得救。主啊，求你为你的子民的缘故，能够兴起更多属你的儿女，能够在这个时代为这个守望向你呼求，为你传扬你的救恩，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使更多的人能够在你面前屈膝敬拜。愿万国万民万邦都赞美你，都称颂你的名，都因你的名为圣。主啊，因为你是配得一切颂赞赞美的，因为你配得一切我们敬拜的。主啊，求你帮助，求你看顾，恳求你施恩那些在一线抗疫的那些医护人员、护士、医生，主啊，都有一个敬畏的心，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你怜悯他们，是给他们有智慧、有爱心，帮助那些在病患当中的同胞、朋友和骨肉之亲。主啊，求你看顾，求你帮助，因为真的只有你才能够使他们得平安、得安息。主啊，求你施怜悯，更求你伸出大能的手来医治、来抚摸那些伤心痛悔的人。主啊，真的我们这时候不知道如何向你呼求，唯有我们求圣灵这时候能够无声的叹息，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代祷，好让我们真的都能够同心合意的向你献上赞美，向你献上祷告。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无知的，很多时候是心里刚硬的。主啊，当我们看到这瘟疫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你的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瘟疫肆虐全地的时候，居然还有人顶撞你、背逆你、亵渎你的名。主啊，这是何等的可怕！恳求你施怜悯，使更多人能够醒悟，因为你早已将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又凡事警醒，因为将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父啊，恳求你帮助。主，我们再次也将今天的崇拜从祷到仰望，恳求圣的主帮助我们众人打开我们的心眼，能够聆听从你上头而来的信息，让我们有得智慧的心来跟随你，一生行在你的道上。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祈求，感谢交托，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继续用诗歌赞美我们神。
之下多蒙福乐，罪人跳出捆绑束缚，存着能享永恒安息，地上主赐予平泽，受造众生皆当奉行，特向君王尊颂自己，天使不停歌颂欢欣，地上万民同应阿门。现在是读经时间，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约书亚记》第7章2到5节。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一同起立读神的话语。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有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千人上去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感谢了神的话语，请坐。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志玄执事。弟兄姐妹们，感谢主啊，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直播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主。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恩典。虽然在艰难的时期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无法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但是仍然感谢你，我们在借着网络平台，我们仍然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思想中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愿见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糟糕这个新冠肺炎流行的一个时期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一同来到敬拜我们的主在这个病毒刚开始的时候呢谁会想得到会是今天这种的局面就算刚开始只是在中国爆发那又有谁能够想到会是如此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部分的人受到这个影响是从1个、2个开始但是呢后来慢慢越来越多，现在世界上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了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一样，耶稣记得这一段经文呢相信好多人都已经读过的这是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头2场的战役。在爱城的战役之前呢，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一场大的胜仗，他们只是跟随在后面绕城，结果呢就夺取了又大又坚固的城池。以色列人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好伟大，我们的神是何等奇妙的神。我们就是这么想，我们就是这么跟着神的后面，神就为我们行了大事。然而从爱城的战役当中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曾经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帮助呢？爱城与耶利哥城呢，比哪一座城更大呢？当然我们知道了，是耶利哥城更大，是吧？所以他们会怎么认为呢？一只大象在我的面前倒下来，那我还怕一只蚂蚁？大象既然在我的面前倒下，那我还怕一只蚂蚁吗？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心态，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心态。有人这么说，当我们成功的时刻，我们离失败就不远了。这句话听起来还是有些道理的。耶利哥城是一座很大的一座城，却在以色列人面前纷然就倒下了。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场很好的学习的功课。因为什么？因为神介入了这场战争，是神自己在作战，以色列人只是什么？支持神的战斗。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回第5章的时候呢，我们会明白。第5章的13到15节，这样说：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耶稣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样行了。按理来说，耶稣亚他是以色列人的指挥官，是元帅，因为什么？他接续了摩西的位。但是呢，当他遇到这个人声称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呢，耶稣啊却把自己元帅的这个职权交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亚知道这个是神耶和华神自己的战役，是神与迦南人之间的战役，而不是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战役。因此以色列人只要跟随在神的后面，顺服神的带领。下一张图片，听从神所吩咐的就可以了。信靠神呢，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信靠神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跟随听从就好。围攻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第一场征战，因此呢，神很详细的吩咐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应当怎么做。信靠神和跟随神，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想一下太复杂，不要把信靠神想得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什么？单一的信靠，单听从神所吩咐的，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和大爱。当我们细细的来攻读这个耶利哥城这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信靠、顺服神、听从神所吩咐的。神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以致他们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战胜了又大又坚固的耶利哥城。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呢，却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先是犹大支派的这个亚干，他犯罪。亚干在攻入耶利哥城之后呢，他没有遵从神所吩咐的话，他干嘛呢？他起了贪念，竟把神吩咐搁到一边。神说城里面的东西你不能拿，但是什么？他拿了。神说不要拿，他拿了，然后把它藏起来。结果就是因为什么？这一点点的财富，一点点的财物，就把自己的命排上了。他不单单害了自己，也什么？也连累了别人。接着还有耶稣亚所打发去爱城的这个探子，他们什么回复的？
约书亚的第7章，刚才读了第7章第3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多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赖众民多去。”因为那里什么人少那里的人少，到底有多少人？这个城里面，等一下会说那做生意的人都很会算的，什么东西好卖，什么东西不好卖，怎么样子的生意好赚钱，有些人会算得清清楚楚。那么被派到爱城去的探子呢，就属于这种人。为什么？他们很会算。刚才说了，爱城是一座很小的城，人口不多。那从字面来看，探子们很能够体谅民众，说不需要劳师动众不需要太多人的人去既然是这个又大又坚固的耶利哥城都能够轻易的攻破，那么爱城在他们眼前算得了什么？那这个爱城到底有多少个人在里面呢？约书亚记的第8章25节说，爱城一共被杀的人数是12000人，这是所有人12000人是所有人当中包括了老人、小孩、妇女。如果很会算这样算的话，能够打仗的人有多少？大概也就1/4都不到也就是说12000除4，那也就是3000人，能够打仗的人也就是3000人，可能3000都不到。所以探子们很会算什么？所以他就建议说，只要什么2、3千人上去，我们就可以把爱城拿下来，是不是这样？人会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多是一件好事。探子们很会算，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有算进去，那是什么？那就是带领他们的元帅。他们把这个最重要的元帅抛到一边，没有算进去。他们刚刚经历了神的大能、奇妙的作为，然后呢，就把神放到一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是因为什么？他们太把自己当作回事了，认为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神。有可能刚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需要，因为那个城又大又坚固。但是在面对爱城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可以了。神，你一边休息去吧。这是什么表现？这是一种自高自大的表现。弟兄姐妹，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子的呢？我们也是常常把神放到一边，然后靠自己说我能，我可以，我已经算好了，我不再需要依靠神。求主帮助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单单的去依靠我们的主。特别是在这个灾祸的时间里，我们更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年头的时候呢，我在国内有个人这么说，他说中国这些人呢，这些年来因着不断的壮大，有些人就开始飘起来了，飘然了，也就是说什么太高傲了。所以这次的疫情未必不是件好事。这句话讲得很现实，有了成就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是因有了成就而变得高傲，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可惜的是什么？因着成就而变得高傲，是人常犯的一个错误。也许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中国，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整个世界都有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会发现神一直在提醒世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人若把自己看得太高，抬得太高，就会落入撒旦的网罗里面，会想着与神同等，这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当疫情出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我们需要回归，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彰显他的荣耀，叫世人得知神的救恩，得知神的道路。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唯有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专心的等候，请求主的面。就像施洗约翰喊着说，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人都需要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可以像那5个聪明的童女一样，他们预备了灯，同时他们预备了油。这么大的疫情在全世界出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人不要太骄傲而忘了自己是谁。我们知道科技一直在发展，医疗条件也不断的在提升，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病毒来了，却是什么？无药可救，最起码到目前还是无药可救。这是什么回事？我们人不是很聪明吗？很厉害吗？什么就无药可救了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回归神的面前，向神匍匐下拜，向神认罪，回到神的面前，尊主伟大。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依靠他，仰望他，我们才可以存活。生命的渺小在于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无法预测明天的光阴，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明天，因他是创造的主。只要我们愿意环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遇到的我们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就必得着主为我们预备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可以得到安慰。艾城的战败让以色列民回归神的面前，原本以为可以靠自己轻而易举的就能够攻下小小的艾城，却要了他们的命。原本以色列民将要过约旦河之前呢，迦南地的人他们是心都消化了。好，下一章，心都消化了。心都消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抵抗的意志，没有抵抗的意志，一点点的勇气都没有，就是任人宰割。这个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迦南地的人的情况。他们已经放弃了抵抗。然而，当以色列人满怀自信，要将艾城攻下，他们却跟他们所想的却不一样，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第7章的4到5节说，于是民众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直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本来是什么？满怀自信我们大家不要全部上去，只有2-3千人上去就行了，我们就能够拿下艾城。哇！一开始的时候满怀信心、自信，拍着胸膛说2-3千人就可以搞定了。但是结果所带来的是什么？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了。这是第2场的战役，就已经变成这样子了。那么接下来整个迦南地怎么样去打仗呢？有句话说，骄傲必败。现今所流行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就是给世人一个大大的提醒，唯有悔改、回归神、归向神才是出路。我们所信的神是蛮有慈爱的，蛮有怜悯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也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神。约书亚将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头2场战争是约书亚既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应许之地的头两场战争放在一起是一个比较，那就是什么？信靠神、顺服神，跟靠自己不仰望神的对比。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要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不华的事会越来越多，还有什么天灾人祸、瘟疫流行。所以我们唯有仰望神，专心信靠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胜。因耶稣已经胜过一切，那么我们不依靠耶稣，我们还要依靠什么呢？以色列人在爱城是失败了，但当他们耶稣带领他们回归神的面前之后呢，他们重新得力。这一次他们再次听从神所吩咐的话，神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就照样行了。所以后来他们能够战胜爱城的人，将他们杀尽。我们唯有回到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仰望他。所以在这个瘟疫当中、疫情当中，我们唯有求神来彰显他的荣耀，好叫世人得知神的名，并且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都关在家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就像当年神吩咐约书亚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的金句，神吩咐约书亚说要什么？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先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家里有更多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生跟随主、仰望主、亲近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圣经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你是创造的主，你是赐生命的主。唯有求主在这个疫情当中，让万国万民都回归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仰望你，求告你的名。主啊，因为你是生命的主，让我们在这艰难的时期当中，我们都愿意单单求告你的名，以至于我们得着你赐的平安喜乐，你所给我们的安慰。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唱回应诗287首，信靠顺服。在主正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你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使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忧虑，信靠顺服，有惧自消除。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你喜乐，只要信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主丰满慈爱才能体验。
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团契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令，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必永无有尽。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5节，我们看几节经文。罗马书第6章第5节，我们今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所做的一切，并且我们纪念他也会再来。所以在第6章第5节呢，保罗说，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联合，所以一个很重要一个真理呢，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了，我们与他联合。第6节的尾呢，说到教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耶稣所成就的一方面呢，是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然后还有第二方面的是积极的方面前面的是讲的一个消极的方面，是基督来了，在十字架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有积极的方面。我们看第10节、11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的。我们不再是死了，我们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向神却是活的。那这两方面的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看下一张的图片来看到以色列跟我们现在教会的分别在那里有很大的分别。一方面的以色列人是活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这段时代，旧约的时代。教会我们是活在基督来了，并且他要再来这个很长这个时间里面，所以真的很有大分别。特别是以色列旧约的都是神应许基督要来，
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但是你们还是需要基督的来临，因为罪的问题、罪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大的分别啊！以前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十诫，他们有神的带领，有时候有好像耶稣亚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来带领他们打胜仗，但是他们还是不断的软弱，不断的不顺从神，不断的犯罪，并且使到神的后来要使他们劳到外国里面。那今天我们呢，就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我用一个比方来带出这个分别的一个很大的分别的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再是罪的奴仆的意识。在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日军打败了英军在马来西亚，就将很多的英军都的战俘扶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集中营嘛哈。那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战俘的一个人你就去到那个营的时候，敌人的营的时候，都是给人来苦待，敌军呢都是恐吓有打你，有每天都有什么的吩咐，你们都是要听从，没有办法，一定要顺从。过了1年后，很多的战俘都是很软弱了，没有的吃，没有的足够的喝。1年后的，但是有一天的晚上，你听到炮声枪声，忽然呢，有一个解放军呢来到使你们大家都释放。有一个这个队长呢，你出门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个枪你跟着我我教你开枪呢，你就开枪你要停要停，你走要走跟着我，你就跟他跑了。第二天，你有听到那个日军的军营的这个营长他的在喊某某人，你回来你回来，那你回不回去呢当然不会了你已经是得到释放，你已经跟着那个解放军的队长你也有枪所以你每天都要去跟着这个队长，还有呢，一起去释放其他的这个集中营的战俘。所以呢，这个给我们大家有一个提醒，罪还是我们的敌人，每天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美善的大能的主人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在消极方面不再是罪的奴仆，积极的方面他要我们去继续打仗，每天去打仗，因为罪的问题还存在，但是不是我们的主人了。世界也有很多引诱，撒旦也是用他的诡计，所以
活在基督里面的向神活的人呢，都是会的去打仗，继续打仗，不单是对付自己的罪，也是去到还是在被罪牢的人，是在罪的奴仆的人得到释放。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主，他来了这个世界，他释放了一切的愿意跟随他，天天跟随他的人，再不是罪的奴仆，并且要向神活的。所以当我们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两方面的很好消息的真理，让我们活在那个真理里面更有能力。因为耶稣每天是带着我们，接着他的话语来给我们指引，接着圣灵的内住来带领我们，每天都能胜过一切的要使我们跌倒的，并且要抓住这个在世界里面的没有自由的人。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在他里面一切的都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得胜有余。请双立人站起来，请可以一起上来请心通为杯嚟到为饼嚟到感恩。会点到祷告，会点的饼。父原生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2000多年前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身流血，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众人再次在你面前守称章，纪念主在乃日子，纪念他为我们受死。主，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借着这个圣餐，让我们再次思想主你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更能够刚强壮胆，为主做见证，宣扬主你一切的美德，使更多的人归向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被卖的，拿起饼来，掰开说：“他是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你们这样行是要纪念我。”在家里的人，你们预备好了你的心，你可以拿起饼来。如果你已经收起了，你一起来受圣餐。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
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只为了纪念我。”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父，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现在感恩，我们是何等的感谢，因为我们的生命原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主，你看重我们的生命，让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让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当我们再次拿起杯来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主你为我们所成就何等大的事，愿主你再次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一切，好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主你可恩的器皿，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喝主的杯，在家里面的人也拿起杯来一起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向神活。感谢你。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会幕报告。由于近日苏里兰的疫情呢有所增加，国语堂的崇拜、祷告会都已经改在网上进行，请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提醒，互相转告，也同样能够积极参与同步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也请弟兄姐妹呢真的注意防范又经常戴口罩，请洗手保持清洁。也请大家为这个疫情彼此代祷请弟兄姐妹也将1/10的奉献预备好，等疫情过后，教堂崇拜恢复正常的时候，一并带来奉献。我们4月10号的礼拜五，也就是受难节崇拜也是在网上进行的，请大家预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并多为受难节敬拜祷告。让我们一同起立，读今年的主题和本周的金句。主题：尊神为圣，活出恩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章8节。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功，得son神灵动真之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
黄贵长老为我们祝福。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